这是去年的6月，我在 London Bridge Station 路过一场为老兵募款的慈善义演，一位年轻人走过，轻拍了熊先生的肩头，在小红梅让我们熟知的音乐声中，装扮成大兵的熊先生有点尴尬地在和大家互动，然后接下来有了让我觉得非常浪漫的一幕。看着他们在人群中翩翩起舞，在闹市的这一刻，我听见自己的心底有一个声音在说：我爱，我太爱伦敦生活里这些幸福的时刻了，尤其是我遇到了那些特积极、特善意、特可爱的老人家。当我回首2020年的上半年，最后一次见到扎堆的人群是在一个3月的周末。最后一次见到扎堆的小孩，看到那个穿黄色衣服停在原地的吗？在我的镜头聚焦之前，他刚刚摔下了山坡。最后一次见到扎堆的老人还是在车站，这是一个支持帕金森患者融入社会的慈善义演，曲子我不知道是啥，但是铿锵有力啊，朋友们。最后一次逛商场，我家属在研究餐盘，准备进军 fine dining。当时年少天真不谙世事的我发出了感慨。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英国人自己的生活还是蛮正常的、顺利的在进行。Several days later， 我家附近我特别爱的一间酒吧，以前这个外面都密密麻麻摆满了桌子，因为它这个地方正好是能够看到Thames River， 坐在这里眺望着河，喝一小杯，伤心。不停鼓励自己要 keep calm 的我走进了超市，面对几乎被买空的货架，我理解了为什么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但是没有说鸡蛋会有的，手指也不太有。于是我颤抖的手挤进了超市线上等候的队伍，当时排在我前面有494054人。我家属因为工作需要去到医院，这段视频拍摄的3月底，英国的疫情才刚刚开始爆发。为了迎接即将开始爬坡的英国疫情，尽量的减少院内感染，当时医院的人流量减少了很多，大厅里也增加了很多关于新冠病毒症状和就诊的提示牌，还增加了消毒液这些设施。英国开始进入到了 lockdown， 全英大概有150万的高危易感人群被要求尽量的待在家里，这当中包括了慢性病还有70岁以上的老人。政府安排每一周给他们送一次食物和生活用品，在伦敦的街头很难再看到老人家。就连身强力壮的我也开始有了很多的强迫症和幻想，离谁近点呢，我就会有点慌。Social distancing 社交距离这个概念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生活，成为新的日常。我以前老听人豪言壮语说人生在世就要过一种激烈到不管到什么时候死去都不会后悔的生活，现在吧，要不后悔挺简单，没事你就家里蹲着就行。我的邻居是法国人，保持着快乐过周末的习惯，所以我会在他们家的音乐声中隔墙跳舞助个兴。我会认真观察我的狗睡觉，据说这个死样子呢是狗正在做梦，还期待附近的 outdoor cat 来串门，这只我们喊它奶牛。经历了晴天、大冰雹天，一场冰雹，上面还能看到他们留下的这个水珠，所有的草都给你吹成 Boris Johnson 的发型。在这个不正常的生活里，也有很多让我觉得人间很暖的时刻。有一天早晨，我去河边遛狗的时候，经过了一户人家，一个在自家前院晒太阳的老太太突然跟我说早安。当我得知她是独居老人以后，我告诉她我叫 Lizzie， 我的狗叫 Ashley， 我们会每天早晨8点多经过，如果有任何需要帮助的，请一定要告诉我。我们就这样成为了朋友。伦敦的 R 值居高不下的4月，有连着3天我都没有见到他，我特别担心。第4天的早上，出门之前我在想，如果今天还见不到他，我可能就需要联系一下社区，或者问一下他的邻居。Hello, morning. Oh, long time no see. Long time no see. Yeah. Missed you too. Yeah. 这是一间面包厂。然后呢，在伦敦的 lockdown 期间，面包厂的工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因为大家有很多的食物的需求，所以有小朋友画了这个感谢的海报来谢谢这些人。Thank you, because all you need is love。买了一个可以 take away 的 fresh beer，然后拿了2本别人放在门口的书。
就这样，一直到睁开眼看见窗外的玫瑰攀爬得飞快。6月，英格兰的夏天来了，但是空气里是什么味儿呢？是解封的味道呀。朋友们看见彩虹了吗？我觉得大家可以许一个愿，比方说，我希望我老公。有一天傍晚，我发现家门口的酒馆可以送外卖了。7月就可以真正开放，看看菜单啊，炸鱼薯条、周日烧烤、派，这简直就是英格兰的国宴菜单。闻名遐迩的英式克制和臭名昭著的英式足球流氓，打破他们俩结界的地方，10之8九就在酒吧。上个星期，我看到有人在公园草地上庆祝自己的18岁生日，越来越多的人在摸索着回去原本的生活轨道，越来越多的人在真实的世界里与挚友与亲朋分享生活里那些细微或者重要的事。我家属说，很多的夫妇一生中恐怕只有蜜月才有这样的机会，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还看这么长时间。本来要在这个夏天迎接婚礼的我说，好吧，对于这种乐观精神，我只能表示 respect。伦敦的日常回来了，显然带着很多新的规矩，但我仍然不知足。我怀念去年夏天我见到那群活泼的老人家，我怀念那些曾经朴素，如今难得一见，生命力十足的快乐。